这是一起真实的连环强奸凶杀案，凶手专门对年轻漂亮的女子下手。更奇怪的是，每具尸上都留有一块奇异的血雏菊形状的疤痕。侦破重案的任务交给了2名警察的手里，谁都没想到这场斗智斗勇的追凶之旅，一追就是19年。凶手到底为什么会犯下如此滔天罪孽？是激情杀人，还是报复心理作祟？比答案更可怕的是你找不到答案。时间回到19年前，1999年，小城洪州，一贯的宁静被一桩强奸杀人案打破。死者名叫何燕，被发现时全身赤裸，遭到侵犯后被一刀封喉，凶手还在其背后割出了一朵雏菊的图案。刑警队的刘一波被上级委派侦破此案。对于这件凶杀案，刘一波很伤心，年纪轻轻就已经是洪州刑警队的重点培养对象，新婚不久准备要个孩子，一心想着立功升职，调到市里工作。如今这个案子正好能成为他升职的台阶，他大言不惭地跟妻子说，不出1周他就能破掉此案。与此同时，何燕的哥哥何晨听到妹妹被害死，悲痛欲绝，他来到案发现场勘查。此时刘一波路过，他误以为何晨是凶手，两人你追我赶，在泥水里撕扯起来。事后两人才知道这是误会。对于刘一波这个莽撞人的行为，何晨极度不满。刘一波还想理论，却被领导强按下头道了个歉。妹妹的死亡几乎是让何晨失去了理智，他开始暴力执法，任何被他盯上的嫌疑人，他都不肯轻易放过。被打的男人是何燕的男友。案发现场出现了他的衬衫，不过衬衫却被狗叼走，幸得刘一波死命追赶，才追回衬衫。按照男友的说法，案发当天他确实曾去过何燕被害的河边，准备和她约会，但当他到达现场时，何燕就已经遇害。他害怕自己会被列为嫌疑人，便没有报警，也没有告诉任何人。因为没有确切证据，刘一波也无法将对方定罪，案件陷入了僵局。在此数年间，凶手没有再次犯案，直到第2个死者出现，才再次打破了这份平静。死者名叫高玉芬，22岁，在厂房里被人发现，她的腹部也出现了一个菊花印记，看来是同一人所为。与此同时，何晨也从市里被调了过来。考上公务员后，他立马申请来到了这里。随后，他将和刘一波一起调查此案。不过两人却不太合得来，经常各干各的。何晨走访了死者的妹妹，妹妹告诉何晨，姐姐死前经常被一个屠夫所骚扰。刘一波也得到了这个线索，他抢先一步找到屠夫，屠夫态度很嚣张，刘一波便使用了暴力手段。事后他遭到了局长的训斥。何晨查访了附近邻居，他发现屠夫有着充分的不在场证明，光证人就有13个，但刘一波却持反对态度。他认为凶手又懂刀又会剥皮，肯定是屠夫没跑了。如此单方面的判断立刻被何晨给怼了回去。何晨表示，屠夫的手在1年前受过伤，只要一用力就会发抖，根本没办法在尸体上雕出精细的图案。这下子刘一波叫得更大声了，只不过局长并不站在他那边。屠夫被无罪释放。晚上下班时，刘一波遭到了屠夫袭击，白天的殴打，屠夫始终记恨着。要不是何晨赶到，刘一波恐怕要被对方直接打死。经历此事，也消除了2人之间的隔阂，两人摒弃前嫌，决定共同查案。他们想从尸体上的花入手。几天时间内，他们几乎走遍了整个市区，依旧一无所获。不久后，第3名死者出现了。这是一部真实案件改编的电影。凶手在杀害数名女子后，喜欢在尸体上刻下一朵雏菊。何晨和刘一波来到死者家里调查，在尸体身上和门的背后，他们都发现了熟悉的记号。摸查走访后，两人锁定了死者的前男友东子。刘一波性格鲁莽，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；何晨性子沉稳谨慎，喜欢去分析罪犯的性格。两人在一起刚好互补。他们在一家赌场里搜寻东子的身影，有人认出了刘一波的模样，他大喊着警察，所有人在听到警察2个字后都纷纷拿起赌子跑路。混乱中，刘一波抓住了嫌疑人东子，可何晨却被一名暴徒给捅伤。何晨面色惨白，腹部不停地流着鲜血，要不是刘一波送医及时，何晨的命怕是要交代了。晚上，刘一波对东子连夜审问，东子也声称自己并不是凶手。那天他准备去找他借点钱，但去的时候他已经遇害，鉴证科也送来报告，东子没有作案时间。死者遇害时，他在一辆大巴车上，案情一下子又陷入了僵局。现在已经出现了3名遇害者，导致市里的女性们惶恐不安。更让刘一波苦恼的是，连续几年都没有得到升迁，也惹来了妻子的不满。回到家，妻子已因他工作太忙而争吵起来。他追问刘一波到底有没有吃药，这些年来两人一直怀不上孩子，问题出在刘一波身上，所以才要吃药。妻子的大声质问惹怒了刘一波，本来多日的查案就已经令他身心俱疲，现在妻子还闹了起来，这让他难以忍受。刘一波愤怒地将药瓶摔碎，两人的感情也降至冰点。
此时他只想尽快破案，然后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。几天后，又有一名女性遇害，直到警察赶到时，女子才咽气。凶手逃得很仓皇，围墙上留有凶手的脚印和血迹。通过脚印上留下的煤灰，两人将目标锁定在了煤矿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两人开始了漫长的走访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两人在一座煤场中抓到了凶手。他房间墙上贴满了凶案报道，同时发现了被剥下的人皮，铁证如山。凶手也果断地承认他杀了人，案情终于水落石出。可刘一波还没松一口气，噩耗又随之传来。经过调查，此人刚刚从监狱放出来，只有这起案子是他犯的，并不具备杀害前几名受害者的时间。他其实是在模仿杀人，也就是说，他冒充了真正的连环杀人案凶手。两人听到这个消息，瞬间就懵了。几年的辛苦，终究还是白忙活了。真正的凶手依旧逍遥法外，而且还有可能再次犯案，破案之日遥遥无期。刘一波和何晨郁闷不已，晚上外出借酒浇愁，正好听到旁人的嘴里毫不客气地嘲讽着警察无能，这么长时间就只抓到一个冒牌货。刘一波气不过，跟那人打了起来，谁知对方人多势众，刘一波的一条腿被对方硬生生打断，只能躺在医院里养着。恰逢此时，他的妻子怀孕了，这给了刘一波一些希望。面对妻子恳切的眼神，他保证不再调查凶杀案，全心全意地照顾家庭。对于他的这个决定，何晨表示理解与尊重。就这样，刘一波离开了调查小组。虽然刘一波走了，但何晨仍然没有放弃。案件仍是一件件的发生，但是毫无头绪。受害人与案犯之间始终都是没有社会关系的人，无从找寻。可就算是这样的无望案件，他还是日复一日的坚持着。夜深人静，怀有身孕的刘一波妻子独自走在偏僻的小巷，一片漆黑。他感觉身后有个男人在跟随，脚步越来越快，他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。终于趁着醉汉的出现，他机智的脱身，一口气冲回了家。当锁上房门的那一刻，他的头发乱了，呼吸乱了，心也快碎了。可见案件不仅终结了受害者的生命，也侵蚀了与其相关的许多人的人生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他们都是受害者。某次追捕逃犯时，刘一波再次见到了何晨，何晨还是和当初一样，在追查那名连环杀人犯。城市每年都会有新的变化，但他们追查的案子始终没有任何的线索。而曾经那些无辜死去的人，还有多少人记得呢？何晨苍凉的话语让刘一波有一些羞愧，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放弃这个案子，既然查了，那就要彻查到底。回去后，刘一波特意买了条项链送给妻子，并委婉地告诉妻子自己要重回调查小组。虽然妻子依旧反对，但也无法阻拦他那颗炽热的心。就这样，刘一波又重新跟何晨组合到了一起，两人继续追查悬案。几天后，他们在一处垃圾场发现了一具尸体。在勘察现场时，他们还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男子。追上去才知道，那男子是个傻子。傻子似乎见到过凶手，只是他思维混乱，并不能很好的描述凶手的长相。刘一波的希望再次落了空。坏事接踵而来，妻子白天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倒，导致了孩子的流产。回到家后，妻子递上了一张诊断书，许是为了报复，她骗丈夫说是自己把孩子流掉的。妻子已经厌倦了反复无常的丈夫。刘一波听完后忍无可忍，死死掐住了妻子的脖子。这一掐，夫妻感情也走向了末路。两人离婚后，妻子就离开了，空荡荡的家里只剩下刘一波这个孤家寡人。他变得意志消沉，案件的事情他也不去想了。后来索性辞掉了警察的职务，每天都泡在麻将馆里，浑浑噩噩的过日子。没了警察的身份，那些曾经被他抓过的毛贼们也纷纷来找刘一波的麻烦，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。在警局里，何晨又见到了刘一波，这次是因为打架斗殴。看到如此消沉的刘一波，何晨很是痛心。他试图劝刘一波回来继续调查，却遭到了拒绝。两人最终走向了末路。时间来到2018年，何晨已经白发染鬓，但他一直在追查凶手，始终没有放弃。经过 DNA 比对排查，锁定了嫌疑人。他跟同伴来到一家汽车店排查情况，靠边停车时发现了一辆蓝色摩托车，车上有一朵白色的菊花。他心念一动，上楼找寻。他看到了一张年轻女人遗像，女人衣服上的图案与遇害者身上刻有的图案一模一样。没想到辛辛苦苦找寻多年未果，最后得来却不费功夫。他一进屋没多久，凶手就回来了。他本想通过找寻证据层层筛查真凶，没想到凶手穷凶极恶，手起刀落，毫不犹豫地把他从窗户推下了楼，当场殒命。警察们当即冲上顶楼逮捕了凶手。临终前，何晨想到这19年来的努力与付出，想到为此而失去工作、失去家庭的刘一波，想到凶手已经无处可逃，欣慰地闭上了双眼。
随后警方找到了沉寂的刘一波，将何晨殉职的事情告诉了他。自从何晨的妹妹被害后，他的母亲也相继去世，他就再也没有家人了。警方希望刘一波能给何晨收拾一下遗物。刘一波神色复杂地走进何晨的房间，拉开紧闭的窗帘，阳光照了进来，一屋子都是洪州连环杀人案各种资料片，庞杂而排列有序。犹记得当年身为前辈的刘一波对何晨说，别总把自己关在黑暗的房间里，打开窗户就亮堂了。案子破了，何晨的房间终于亮堂了，阳光照进了黑暗，也照进了何晨被困19年的人生。多么执着单调的人生啊！回家路上，刘一波抱着一箱何晨的遗物，听到广播里在说连环凶手已经落网了，并对自己犯下的罪供认不讳。凶手看起来就像个普通人，然而在他承认罪行时，非但对受害人没有丝毫愧疚，反而十分享受。他直言，即使过去这么多年，他依旧是该吃吃该喝喝，生活没有一点受影响。如果不是被警察抓到，那么他这样的生活还会持续下去。而之所以在死者身上刻下菊花，是因为那是他母亲生前最喜欢的衣服上的图案，也就是他房间里的那张遗照里的女人。凶手看起来是那么普通，甚至比普通人更面善，更好交流。只有扒开假面，才能露出嗜血的獠牙，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。你永远预估不到人性的底线。本片追凶19年，改编自著名的白银连环杀人案。在1988年到2002年期间，甘肃省白银市里总共有11名女性遭到入室杀害，其中最小的一位受害者仅有8岁。此案一度成为国内最大的悬案，直到2016年，也就是第一起案件的28年后，警方才通过最新的 DNA 技术将嫌疑犯高成勇抓获。对于杀人事情，高成勇供认不讳。最终在经过法院审理后，高成勇被判处死刑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凶手总有落网的一天。然而那些无辜的受害者们却永远都看不到了。对于一线警察，我想我们能够做到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信任和铭记。